接下来我要用英文向全世界的朋友讲几句话。Where the fastest in the world to modify the origin eSIM of the US version iPhone 14 Pro to do same. In the Chinese Mandarin-speaking world, Xiao Ma is the nickname for many famous figures. Xiao Ma can be Mark Lee from the movie A Better Tomorrow. Xiao Ma can also be Tencent founder Pony Ma. Today we are going to visit Xiao Ma in Huiqiangbai. There are many stories about Xiao Ma circulating in the Huiqiangbai underworld. His invention to modify the US eSIM to dual SIM has been widely copied in Huiqiangbai. 小马哥，我们都很好奇，当初你是怎么想到要去改这个美版的这个 iPhone 14系列的手机的？你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因为在2022年9月8号，然后苹果开了一个发布会，是14系列发布，讲了一个最关键的点，就对我们行业来说最关键就是美版的14系列是没有实体 SM 卡槽的，全部采用 eSIM。当时我们看到我就觉得懵了，我说这个应该就是压倒华强北最后一根稻草了。但是我们也在等待，看有没有机会，我们也在构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直到9月15号，国外有个博主把这个机器拆解开了，看到了主板。我看到主板上面有一个小塑料片，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有戏，然后我们当时就已经制定了好方案，就是把这个塑料片除掉，然后焊好卡槽，然后接好线路，就是已经有这个想法了。直到9月29号，我们才拿到美版的机器。当天是下午4点，我们拿到以后，我们就发了一个作品说，我们应该可以搞定这个问题。我们就花了差不多半个晚上吧。我们拿到机器以后拆解，然后到差不多凌晨，不到凌晨，大概是10点多钟的时候，9月29号10点多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搞定了这个方案。我们是仿照的国行的那个电路图，里面有那些 IC， 还有那些电容电阻，把它照搬上去，就是要分层，就相当于大修，这个属于比较简单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对于华强北的维修人来说，不光是我啊，是基本上只要有一定功底的，就是对维修，对苹果维修有一定功底，知道电路图的，都可以搞定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其实只是我运气比较好，我拿到了第一台这个机器，然后我们有这个想法，想搞这个事情，然后就自然而然就成了。但是到后面的事情就比较难了。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要解决就是我们现在是分层的呀，是大修的机器啊，大家都接受不了啊。我就算把它搞定了，但是对于就是我们玩机的小伙伴觉得你大修的机器谁要，是不是？然后我们就解决了，从工程点把工程点找，当时是没有电路图的。那个时候是10月12号，10月12号也差不多过了10天嘛，相当于过了10天。我们花了一整晚的时间把工程点刮出来，然后把线路量好，当时是改了单卡，也就是说实现了不用分层，把单卡这个问题搞定。我们都有视频为证的，我们全部都发了那个作品，就是一个时间点，我们几乎就是一搞定就发作品，这也是我的风格，我们不会遮遮掩掩。所以后面市场上面所有的人都沿用我们的方案，基本上已经沿用到现在，也就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事情了。因为我们已经搞定了这个事情还是比较骄傲，因为有一定的难度，能想到这个办法也是不容易。之前的什么全球首发，其实有一些吹嘘肯定是有吹嘘，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华强北的人来说，这个真的是很简单的事情，只是我运气比较好，好吧？感谢大家。看到没有？美版的啊，看一下这个串码，美版的，对，全球第一台双卡双待，正式成功。大师啊，经过我们1个小时的奋斗，1个小时就够了啊。OK。
大家都知道，美版的 iPhone 15系列手机，再过2周就要发布了。你们对苹果15系列手机有没有在做一些什么研究？说没有肯定是假的，那必须得研究，因为我们也想，既然我们14搞出来第一，是不是？那我们也想着15也搞个第一，因为其实压力很大啊，因为华强北竞争是很大的，全部都在盯这一块。从各方面渠道了解到，比如说排线我们也看到了，然后我们也分析了，还有一些卡槽我们也看到了，也分析了，从这些就相当于管中窥豹，就是这个意思啊。从这个零件我们来了解到它的分布，然后来构想它的方案。但是现在好消息就是呢，15和15 Plus 应该是很简单搞得定，跟去年的14系列一样。但是15 Pro 和 Pro Max 会非常的难，为什么呢？因为它的2套主板方案是2套了，现在已经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吧。主板是2套方案，也就是说不能简单的把一个卡槽焊上去，然后接上工程线，这个事情是搞不定的了。几乎可以肯定的说，15 Pro 和 Pro Max 需要用大修的方式，也就是分层加飞线加固定卡槽，这个从技术角度上来讲是非常难的。然后玩机的小伙伴也觉得接受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机器大修过，分层过，然后还要飞线，所以我大概想15和15 Plus 可能会稍微价格会上涨一点，但是15 Pro 和 Pro Max 反而会变成一个娱乐的游戏的手机，好吧？好，谢谢。